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。在清迈古城里吃过晚饭，柠檬在哪？在这儿呢。经过拥挤的周日夜市，回到酒店房间才晚上8点半。小朋友们看着电视，开始研究明天在清迈的行程。我也是无聊，从酒店出来抽根烟。酒店的吸烟区原本在2楼游泳池旁边，但现在差不多都关门了。酒店外面也有一处吸烟区，大半夜的都会出来好几次呢。清迈古城的护城河边都没有护栏，但有可供游客休息的长凳。这个地方我已经再熟悉不过了。晚上10点半，我决定再去塔佩门转转。不都说夜晚的塔佩门很迷人，很适合发呆冥想、思考人生吗？夜晚沿着护城河漫步，顿时感觉特别的悠闲。左边是往南的护城河外环路查耶坡姆路，右边河对岸是往北的护城河内环路摩姆安路。现在应该是清迈夜生活刚刚开始的时候。刚才从酒店出来，电梯里正好碰见几个泰国小伙子，有正常穿男装的，也有穿连衣裙的，一起有说有笑，估计是奔附近的酒吧去了。晚上10点半，塔佩门外小广场四周护城河边的长凳上几乎都坐满了年轻人，差不多都在各自看着手机。现在天气很凉爽，特别的舒服。广场上城墙边的鸽子估计都回家睡觉了。树下环形的石凳上游客少了很多，现在找个清静的位子坐下来发呆倒是很容易实现的。小广场路边停满了摩托车，估计有在这儿趴活的摩的，大部分可能都是来逛夜市的。塔佩门东边正对的塔佩路与查耶坡姆路的丁字路口有很多餐厅、咖啡馆和酒店、旅馆等，这也是游客比较密集的地方。现在看上去还是那么的热闹，突突车还在路上等客人。其实在泰国遇到很多年轻人，确实感觉很有活力，很有个性。比如检票的一头秀发，看上去特清秀的男生，售票口涂着白色指甲油卖票的男生，暹罗天地手拉手逛街的男生等等等等。刚才晚上从周日夜市回到塔佩门的时候，2个穿连衣裙的男生聊天，还把小朋友们吓了一跳呢。其实现实自然界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天生的性情、爱好和个性，千篇一律反倒是有点违背大自然中人性的本真了。在泰国遇到这些所谓的另类，人们总体上都是很平和、很尊重的。毕竟越是交融的地方，就会越包容、越尊重。总之，在泰国确实能见到全世界至少80%左右的各类人群。塔佩门前小广场上的临时舞台还在，但当天的表演早已经结束。有一些摆地摊的小商贩还在努力售卖自己的小商品。据说清迈古城建于1296年，当时是泰北王朝兰纳的首都。塔佩门也被称为佩门，是清迈古城东侧唯一的一座大门。
作为当时商贾往来通行的要道，因此也被称为清迈的迎宾大门。走入塔佩门，再次回到周日夜市，仍旧热闹非凡。都快半夜11点了，似乎还没有散摊的意思。据说周日夜市会持续到半夜12点多。在塔佩门内的摩姆安路上，突突车双条车陆续搭载着游客离开，突突突的发动机轰鸣连绵不断。这个路口应该算是周日晚上清迈城里最繁忙的路口了，幸亏有个红绿灯坐镇，不过泰国司机通常还是会礼让行人的。如今的塔佩门则是清迈的一座地标景点，更是举办官方活动、文化与节日庆典的地方。古香古色的红砖墙也吸引大量游客在城门前拍照留念。当地司机都会说，不到塔佩门就等于没来过清迈。从塔佩门回到小广场，突然多了这么一个雕塑，刚才还没有呢呀。正好碰到这哥们一动不动，那我也一动不动看一会儿。记得上一次小朋友见到这种雕塑还是在新疆伊犁河南岸的游乐场，转眼好几年过去了，时间流逝真是快呀。我们就这样僵持了1分钟，最后的结局是相视一笑，然后继续各忙各的。泰国的街头小吃和矿泉水、饮料等，在各个地方售卖的价格基本都是一样的，即使是景区也不会要高价，这一点倒是特别的实在。眼看着已经半夜11点了，估计小朋友们在酒店都睡着了。我在塔佩门实在是舍不得回去，站在街边看看热闹的街景，享受一下时光飞逝吧。坐在广场树下发会儿呆，听一会儿民间歌手的演唱，感觉还真的挺不错。乱归乱，操归操，杂归杂，但心情挺好，放空发呆，看看路上的车来车往，暂时让大脑空白一会儿吧。都说塔佩门是清迈众多古城建筑中遗留下来的唯一遗迹，但也有这样一种评论：尽管在1980年代工匠尽了最大的努力，根据取自于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旧照片和图纸来复制其原始设计，但纯粹主义者仍旧对重建的建筑与其建于1296年的原始设计所产生的差距感到不满，他们甚至还称之为幻想中的当代作品。尽管如此，塔佩门仍旧是清迈的标志，仍旧是清迈数百年历史发展的典型代表，见证了清迈数百年的历史发展变迁的著名地标。时间不早了，还得回去。
这个红绿灯，你要是不去按按钮，它就一直红着不变灯。按钮在靠近河岸这边，按一下变绿10秒，只要不按就一直长红。大半夜的在河边溜达多舒服呀！现在估计只有酒吧是最热闹的地方了。护城河对岸有一座多卡寺，据说是建于泰历23、26年的兰纳风格建筑，这时间大概是公元1783年左右，差不多是在缅甸对清迈结束统治、复兴的兰纳王朝开始的那一年建造的。现在隔着条河就不走进去看了。赶紧回酒店整理一下今天的视频。整理完所有视频，已经是凌晨3点。从酒店出来，抽今晚的最后一根烟。路灯还是那些路灯，护城河还是那条护城河，寺庙仍旧是那座寺庙，路上还有车来车往。每天半夜2、3点还站在路边抽烟，这也真是一种奇葩的行为了。当然，我也会给自己美其名曰健身可嘉。明天小朋友们计划要在清迈古城里转转，那清迈古城里怎么转才有意思呢？咱们下期继续吧。同一个旅程不能的主张有什么问题请留言，欢迎转发点个赞。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，记得关注三叔，我们不见不散。